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个好吃的甜品——椰糖木薯。这美味小食目前在市场上已经不容易买到了。是的，它好吃又容易做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学起来。对，这一定要学。清水800毫升，斑斓叶1片，切成小段，加入1/4小匙盐，75克椰糖。椰糖尽量选用些比较优质的，成品会比较香。将椰糖装入个塑料袋内，用个硬物击碎，这样煮起来比较容易化开。炉开高火，盖好，这样煮几分钟，椰糖就溶解了。备好1条木薯，去皮后净重约350克。用刀计法，将木薯锯成视频中这般大小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时候，锅里头的椰糖也化开了。将木薯块加入，水必须没过木薯，水多了点没关系，水少了可以多加。盖上锅盖，炉调至中低火煮15至20分钟，煎中开盖，拌一拌，让木薯块可以受热均匀，这样才不会糊底。煮了15分钟后，再次开盖，此刻木薯呈半熟状态。先将斑斓叶拿掉，然后继续将木薯煮软一点，煮至7、8成熟。接着再将炉转高火，将糖水收干。趁这时候可以试个味，喜欢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再加点糖。舅舅口味比较淡，觉得这甜度刚刚好。好了，糖水收干至视频内这状态就可以了。冷却后的木薯还会将这椰糖浆吸收得更干。将冷却后木薯取出，淋上锅底内余下的糖浆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啦！木薯绵密，就这样享用就很美味了。如果再淋上一点椰奶，更是锦上添花了。真的，这太令人难以抗拒了。是的，这甜品舅舅在新加坡小贩中心尝过，爱得不得了。今天复制成功，特别开心，大家都来试试看吧，相信你也会喜欢。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大家再见。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要煮冬盐酱，再用它炒个冬盐米粉，一点酸酸，也不会太辣，很开胃。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舅舅的视频做起来，相信您一家人都会喜欢。首先，将25克辣椒干清理干净，再清水泡软，60克罗望子膏，用200毫升清水稀释，切一个青柠，取之备用。如果您居住的地方没有这青提柠檬，那就用一般黄色柠檬好了，没问题。接着搁置一旁备用。再预先备好视频中这些食材，香茅2根，切成小段，方便搅拌器搅拌。20克南姜，一样切细。今天这南姜比较老，很硬，比较难切，味道很足。40克蒜瓣，一样切细。洋葱3个，今天这些个头较小，约120克左右。这洋葱多或少一点都可以，没有太大关系。红辣椒2条，它不辣，这种子可以保留，加一点，成品色泽上比较好看。5片新鲜风干叶，将中间叶梗去掉，不然会有苦味。这风干叶是冬盐酱的灵魂，少了它就成不了事，所以一定要预先备好。这在超市可以买到吗？有的，一般超市或菜市场都有出售。舅舅这个是邻居老奶奶给的。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搅拌器内，再加入泡软后沥干水分的辣椒干，切2个盐碎根部，清洗干净后加入。这也可以用1大匙盐碎粉替代。30克江鱼仔，先去内脏，清洗干净后再加入。最后加入200毫升清水，方便搅拌。
干货内倒入约100毫升食用油，再将搅细后的辣椒糊倒入，炉开中低火，再拌炒均匀。拌炒约20分钟后，货内的食材开始散发香气，这时候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100克击碎后的椰糖、青柠汁，这是浸泡后的罗望子膏，用手抓一抓，再过筛加入，将罗望子的种子筛出，20克鱼露。此时可将炉火稍微调高，再继续拌炒，这过程约20至25分钟左右。此阶段必须不停拌炒，避免底部烧焦。煎中可试个味，再依家人口味调整咸度。舅舅这里就多加了1小匙盐，再一直拌炒至水分收干，颜色变深。一直拌炒至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离火了。因为油用的不多，回油后分泌出的油分也不会太多。烹制后的酱料必须完全冷却后才盖上，才能避免水汽回流，造成发霉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早上舅舅会用它炒个冬盐米粉当早餐，好期待！那我们就明天见。大家早安。取出400克米粉，这是市场上售卖1包的量，用煮至沸腾的水烫软，加入一点点油，用双筷子轻轻地将米粉摊开，再让它浸泡个1分钟左右就好。像这样有点变软后，立马将米粉沥干，将盆里水倒掉，米粉放入盖好，焖个20分钟左右。胡萝卜70克，先切片，再改刀切成丝。青柠檬1个，切成厚片，这是最后摆盘用。红辣椒1条，去籽，一样切成丝。菜心1把，80至100克都行。先将菜叶切细，茎部分先用刀背按一按，这样比较容易煮熟。再切成小段。鱼饼2个，切成片。墨鱼2只，约100克，切成圈。最后是150克鲜虾，这就是所有食材。锅内倒入约2大匙食用油，炉开中火，将鱼饼倒入煸一煸香。在鱼饼表面有点微焦时，再将昨晚上预先备好的冬盐酱倒入，再次炒香。舅舅这里用的是80克，口味比较重或喜欢辣一点的朋友，这冬盐酱可以加至100克。哇，太香了啦！真的很香。预先备好200毫升清水，加入25克瓶装辣椒酱，25克瓶装番茄酱，再15克蚝油，一起拌匀。厨房新手们可以预先将这调味料备好，这样就不会手忙脚乱。接着倒入一起煮开。胡萝卜丝、菜心茎部分，这两食材比较硬，先倒入将它煮软。
如果感觉水分有点少，有点稠，这时候还可以加一点水，再加半小匙盐。接着再将鲜虾与墨鱼加入，这是烫过的米粉，先用双筷子摊散开。担心一会炒不开的朋友，可以这时候先剪几刀。接着倒入锅内，与其他食材拌匀。米粉倒入后，可将炉调至高火，这样才会炒出锅气。接着，双手各握一双筷子，像视频中一样，快火、快速的将所有食材拌炒均匀。今天这份量有点多，可供5至6人享用。家里人口不多的朋友，就将所有食材减半，炒起来会比较容易。最后再将菜叶与红辣椒倒入，做最后一次拌炒。在所有食材炒熟后，很美味的东岩米粉就完成了。希望舅舅今天有将做法完整说清楚，若有舅舅说不清楚的部分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内告诉我们。舅舅近距离给大家看看成品，米粉经热水汆烫，口感上更有弹性，加上用筷子拌炒，更能保持米粉完整性，成品一条条分明，很容易夹起，不会稀碎，这是炒米粉基本要求。加一点青柠片与盐碎点缀。如果大家对舅舅食谱有信心，这炒米粉一定要试试看。不好吃的，舅舅一般上不会分享。是有点辣，但好吃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看。谢谢嘟嘟。剩余的东岩酱，用个干燥器皿装起，蒸鱼、炒肉、炒饭、炒面都可以，即使直接享用也很美味。您的订阅与分享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感恩大家陪伴，下一支视频再见，爱你们。